audio. In audio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艾瑞的环球日记，我是艾瑞。豆皮， OK， 那我们现在呢，已经结束了今年的所有的旅程，大部分旅程。OK， 那我们最近刚好就是发了大概有几个月，我们3个多月了吧？哦， 3个多月的影片了。然后目前发的都还是北欧的部分嘛。然后就是大家亲朋好友啦，或是有一些粉丝啦，就是有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集呢，就来做一个整个北欧之旅的总结。 Q&A 时间。对 Q&A 时间。好，那我们总结。Go。好，那我就直接发问喽。那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趟旅程我们花了多少钱？对，这个我相信是所有我们的亲朋好友，好，还有粉丝们，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因为钱最重要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跟大家大概的说一下哈。我们这一趟旅程呢，因为是住露营车，所以我们的费用总共大概算就是露营车的租车的钱，然后有住营地的钱，然后我们还有几天是住饭店的钱。那就租车、营地跟饭店的钱呢，这边加总大概总共是9万块钱一个人。好，我们这一趟旅行是有总共去5个人，就是老爸我还有猪皮，然后还有另外有2个朋友跟我们一起去，对，所以是5个人去 cover 刚才以上讲的这些花费，就是大家一起 share 这方面的花费。对。然后呢，另外的话呢，还有就是油钱，好，然后过路费，就是过路费是包含一些船票啦，还有那个大桥的通行费啊等等的，然后还有吃饭餐食的钱，好。这一趟北欧旅行的门票钱比较少，对，几乎没什么门票钱，就是诺贝尔博物馆，然后还有什么地方？我们有去那个通萨的那个北极海博物馆。对对对，就是有一点点博物馆的费用啊，就是比较少。对，那总共就是刚才讲油钱、过路费，然后餐食这部分加起来大概2万左右一个人，所以一个人呢不含机票。总共大概这25天下来，大概是11到12万左右一个人。OK， 那基本上应该算是比旅行社跟团去玩要便宜很多。对，主要因为我们是住露营车啊，这个部分就省很多很多的钱。好，那因为就是你知道，在欧洲加油其实不便宜，那也有人问说，你们这次加油的费用？这样总共我们跑了7000公里，大概这油费大概多少？油费的部分，因为呢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就是挪威是全世界油最贵的一个国家，真的超贵。然后加上今年呢，又有乌俄战争、能源上的问题，所以又更贵了。对，就真的是超级无敌贵。所以，我们这一趟总total跑了7000公里，那我们这个露营车它是吃柴油的，这个其实蛮特殊的，就是大家在台湾加油，大家通常都是汽油比柴油贵，对，但是我们在欧洲这边的话，这一整趟下来都是柴油比汽油贵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对，其实我不太确定为什么，那总之反正柴油就是很贵，我相信我绝对没有加错油啊，我们的车子都跑得很安全，跑得很好。但真的很贵。那我们这一趟在北欧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柴油大概每公升都要2.1块到2.3块左右，平均我们就算2.2块啦，欧元，2.2块欧元，所以就是66块，这样将近70块钱左右台币1公升，非常非常贵。然后我们这次的油钱呢，总共花费就是我们有记，就是1780欧元。所以差不多快要6万块钱台币，对，那就大家一起分摊这样子。OK， 再来下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，那你们去北欧这4个国家，哪一个国家最好玩？哪一个国家最好玩？其实我们这一次旅行
大家看影片也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其实我们主要的重点都放在挪威。对，因为我们应该算是对这种自然美景是爸爸最喜欢的这种旅行方式。对一些人文历史的部分，他倒没有那么喜欢。然后再加上北欧，其实他们的人文历史的部分就相对也比较少。他毕竟他们以前是维京人时代，那维京人都是木头房子，然后就都没了，对，都找不到，所以就这些古迹的东西他们都比较少。OK， 所以那当然左右算一算，最好玩的我们肯定就是挪威了。好，对，挪威，你想我们从头开始算，挪威的话，我们去到了北角，对，因为我们在夏天嘛，在北极圈里面就可以有日不落，太阳就不会下山，然后去看这样的一个景色，真的超级无敌美，真的。虽然那天真的很冷，对，但是真的很难忘，那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，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好，然后后来呢，我们继续到了那个罗弗敦群岛，那也很美，超美。虽然天气不好，都可以这么美，但万一如果下次去天气好的时候，那更完美了。对，以后再有机会我们再去一次。然后去爬那个雷纳山啊、骑马啊，都非常非常漂亮。如果说大家没看过那部影片的话，麻烦右上角点一下啊。好，那再来后面呢，我们又到了整个峡湾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看到有大的湾，有小的湾，然后有一大堆的瀑布，然后最后我们还去步道台爬了一天的山，对，步道台也真的很漂亮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提到是说那个挪威有3大起点，然后我们已经走了一个，那你有机会你会不会挑战另外2个？有机会的话，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专程就是去挑战这几个。对，另外2个的话呢，一个是巨人之舌嘛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奇迹之眼。那这2个呢，我们之前有查过资料，就是他们都是路程最远的，都比较远。然后甚至好像巨人之舌是要过夜，就是你没办法1天内走到的。对，1天内走到会太赶太辛苦。那这一次的话，爸爸体力上肯定是走不了另外那2个，所以我们就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2个可以去挑战一下。好，然后在挪威的话，吃东西，我觉得吃的还不错，因为我们都自己做那我们就有买鲑鱼啊什么，就便宜又好吃。所以基本上这4个国家，如果你要问我真的哪一个最好玩，我肯定选挪威。好啦，然后再来这个问题呢，我觉得也是必须要有交代跟回答。因为北欧4国其实一般来说也可以选择自驾，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露营车呢？就为什么一定要坐露营车？对，其实我们在这次呢，就是跟亲朋好友说我们要去露营车旅游的时候。然后就很多人会讲说，哇，为什么要露营车啊？好像很辛苦，很克难哦。对，要玩得这么痛苦这样子。对，但其实不会啦。我跟大家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坐露营车来玩北欧旅游。我想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呢，北欧的交通公共交通来说的话，不是那么方便。就如果你要去到挪威的北部，比如说像我们想到北角啊、罗弗敦群岛啊等等，你要去到这些地方的话，它的交通非常的不发达，你只有一种选项就是坐飞机去，然后你再转巴士，再转巴士，再转巴士，你会转到很累、很累、很辛苦的。对，所以说，因为我们想要去这些地方，所以我们只剩下一个选项，就是一定要开车。那既然已经要开车了，再来我们就想要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住宿方面。北欧的住宿都很贵。你不管你要去住饭店还是住 Airbnb， 其实它价格都很高。所以说，我们坐露营车的话，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可以基本上 cover 掉住宿的钱因为大家都睡车上。然后营地呢，虽然也要付营地费，但营地费比那个住宿费要少非常非常非常多。对，比较便宜。营地北欧的，尤其挪威的营地费非常的便宜。对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还有第3个是爸爸比较考虑，就是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国外旅行这么长的时间的话，你可能会吃不习惯。就比如说，你就吃西餐，对不对？还是有亚洲味的问题啊。就是你吃西餐，我们也喜欢吃西餐啊，吃汉堡、披萨、意大利面、牛排，我们也都爱吃。
但是要天天吃或者每一餐都吃，会腻，真的会腻啊！你玩个3、5天、10天，你觉得还好，但你一口气像我们这次要玩4个半月的话，那绝对是受不了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住露营车的话，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餐都可以自己煮，那我们就可以煮自己想要吃的。然后呢，那自己煮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优点，就是省钱，因为北欧的餐食有够贵啊！你如果去餐厅吃饭，一个人没有个800、1000多台币，你是绝对出不来的。对，这是非常贵。所以说，那我们如果是自己煮的话，那就很便宜，很便宜了。像我们买那个意大利面，去超市买那意大利面面条啊，1公斤的面条才1欧，好便宜，真的超便宜。然后1公斤的面真的可以吃多久？那5个人可以吃1个礼拜，对不对？差不多，就是真的可以吃很多次。然后再买一些酱啊，再买一些蔬菜啊等等，所以整体在餐食上的花费就可以降低很多很多。所以这些以上的种种都是我们坐露营车去玩的一些优点。好，那第3个，这最后啊，还有一个就是爸爸认为最重要的优点，就是因为爸爸非常喜欢拍照，对，所以呢，他有的时候会需要很多的时间在某一个景点去等一个日出啊，或等一个夕阳啊，或是等一个天气啊，或等等的。那因为我们如果你是住就是自己开车然后住民宿或者是住饭店的话，你其实就没办法在那个美景的地方，在景点里面去等待。你一定要开车就要开走，你会只能等一等，没机会你就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们住的是露营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睡那里。比如说像我们在北角，我们那天就是在等太阳嘛，等这个雾散开，我们就直接睡那里啊，就是通讯都搭好，床都铺好了，你就慢慢等，就抬头一看，雾散，那你就赶快冲出去拍。对，所以说你如果是用露营车去旅游的话，你的拍到美景的机会当然是大大增加。好，然后你也会玩得更悠闲一点，你不需要去赶着去哪里 check in 啊，怎么样的？对，我觉得这都是露营车旅游的很大的优点啊，还蛮好玩的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在北欧4国的网路怎么解决呢？网路，网路的话呢，我们是我的旅行方式啊，艾瑞我自己旅行方式就是我喜欢在每一个地方自己去个别买网路。我基本上不会去买那种一卡然后能够用好多国家的那种，就比较少。对，我很少会用那种，尤其像有的时候在台湾可能在虾皮啊，或者在哪里都卖那种国外的网卡，一口气可以用很多，或者你在台湾去买某种方案这样，基本上这种卡它要么就是比较贵。要么就是它的讯号就比较差，对我网速比较差。我整理下来，我过往的经验来看，就是你一定要买当地的是最划算，而且讯号最好的。好，但是呢，当然也会有碰到就是当地网络很贵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比如说我们这次大概买了2次吧，我们去4个国家买了2张卡。第一张卡是我们在芬兰的时候就买了。那么它是给1个礼拜的时间，然后就是好像1天1欧元吧，很便宜，1天1欧，1天1欧还2欧啊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大概1、2欧啦，这个部分有点忘记了。然后呢，它是吃到饱，就无限用，所以这个很爽，真的很方便。不降速吗？完全不降速，就是真的是无限的。OK， 然后呢，但是这个卡呢，就是你只能在芬兰用，你出了芬兰就没用。对，所以我们到了挪威的时候就没有网了。我们是一直到挪威的 Tromsø 的时候才去买的。OK， 那我们在挪威又买了一次，挪威的网呢就比较贵了。我们那时候是买了一个流量包，就是40G， 然后40欧，就等于1欧1G 啊。对，但是这个其实很贵。那接下来就比较省吃俭用一点，对，尽量有 WiFi 蹭 WiFi， 对，然后没 WiFi 再用。那一路用到我们去到了瑞典，去到丹麦，其实都还有剩，所以我们在瑞典跟丹麦就没有去额外买了，因为那个流量包还有剩，还可以继续用。通常北欧的是这样子啊，北欧其实他们的卡大多数都是可以在各个国家用，就这几个国都可以用，只是说你像芬兰那张卡，它是在芬兰可以用，你在其他国家，挪威什么也可以用，只是没有吃到饱。对，它那个流量就变得很贵，对，所以会是这样子。那挪威那张卡是因为它
本来就不是吃到饱，它就是算一个固定量的，所以那你就不管去哪国，反正你就用完就用完。对，所以大概这次我们的网络是这样解决。好，有人问，那请问那个我们在北欧4国夏天玩的时候会很冷吗？衣服该怎么穿？你说温度是不是？对，北欧4国的话，我们这次其实不算很冷吧？不算印象中大概几度？10几度。对，好，我自己我印象我们在北欧就是在冲萨的时候的气温大约是13、14度吧。其实不会太冷，就是要穿外套啦，外套肯定要穿啦。对，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当地人都是穿短袖短裤的。他们还可以吃冰淇淋。对，就是10几度是应该要穿短袖短裤跟吃冰淇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但是这是当地人嘛，我们是受不了的。那你就是还是要穿外套啦，外套要穿。但基本上你说会很冷吗？我觉得还好，就是什么发热衣、发热裤那是完全没有穿到的，就是在夏天是不需要的。对，但是如果你是冬天去的话呢，嘿嘿，你就会体验到大概这辈子都没体验过的寒冷。因为我之前在挪威北部当交换学生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的冬季，我看过一次最低温的时候，在零下30几度。哇，好冷、冷到会不想出门哎。不是要不想出门，我还是得上学。你知道零下30几度还是得上学，没有停课吗？没有停课的，就是他们好像零下到40以上。就好像有机会停课，对，或者说雪太大，暴风雪才可以停课，不然基本上你零下20几度、30几度，你就是要乖乖去上学。那叫正常这样子。很正常，因为每年可能就有一整个冬季有2/3的时间都是这个温度，你如果都停课，那他们不用去上学。OK， 那零下30几度，我跟大家比喻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就是说，可能0度左右的时候，你就会流鼻涕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会觉得你会会呼出那个就是像烟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能会戴围巾啊什么的。对。那零下30几度的时候呢，你就吐不出那个烟了。因为它吐出来以后，就在你的那个围巾上面就直接变成霜了。就是围巾外面是白的，全白。是你吐出来的气。对，你就吐出来吐一点，然后它就白了，它就全部结冻在那里。然后呢，你也不会流鼻涕了。因为你的鼻涕结冰了。在里面结冰了，所以你可以这样把它拔出来，然后上面可能还有鼻毛之类的，这好恶心。反正就是真的超级无敌冷。然后夏季回到刚才的问题，夏季的温度到底怎么样？大概就是10几度。那其实不会太冷，因为他们非常干冷，其实不会太冷。但是我们在罗佛登的时候遇到下雨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下雨就冷爆，湿了，下雨就很冷了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冷是你多穿几件也没办法挡的，对，因为很湿，它就是冷进去了，所以你多穿什么发热衣，我觉得也挡不住。对，那就是只能想办法开暖气或者到室内的地方去躲一躲。OK， 那大概是这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次呢大家对北欧4国露营车之旅的全部提问喽。其实呢还有一些没人问到，但也想跟大家分享的露营车之旅的经验，我会留到星期2再跟大家分享哦。好了，那我们这部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星期2见，拜拜。